好，小杨3号机连南波2号机准备。没错，感谢和平老师带来的书展现场观察。那么现在演播室也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翻书 App 创始人、首席内容官樊登老师。樊登，大家好。樊登老师您好。你好。刚刚已经跟观众朋友们打过招呼了，因为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上海书展嘛。那么今年的上海书展也是非常的热闹。今年是您第几次来上海书展？这记不清了，因为确实来好多次。总来。因为我们公司在上海。同时又是干阅读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很早就在上海书展上做参展商。今年在我们的展位当中看，我们的翻书 App 的展区其实是设计的非常的这个精巧，好像设计了一个类似于那种家庭书屋的一个概念。对。那今年我们翻书 App 的这个展区是怎么把这一理念落地的呢？我们就希望像那个就是沉浸式的感觉，让大家能够走到里边就想象说，哎，如果我们家是这个样该多好。所以一个家里边其实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是氛围，而不是说教。我们嘴里边说的这些话，孩子是不一定会听的，因为人不是听话照做的动物，人是模仿的动物。哇！所以氛围能够给他带来一个模仿的对象啊，所以家里边得有很多书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的家长啊，或者宝爸宝妈呀，其实并没有太久的时间去陪着孩子一起来读书。那我们在家庭当中，就是该如何营造这种阅读、带着孩子阅读的氛围呢？其实不应该陪着孩子读书啊，不应该陪着孩子读。陪孩子读书呢，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父母能够自己读自己的，然后给孩子准备很多书。好多父母经常会讲说买了书他也不看，实际上买了书不看是个常态。说太对了，对，我们家所有的书大部分我都没看过。买了书不看的情况下，人依然要买书，这就是纸质书存在的理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买的这本书啊，不是买了这本书的知识，你买的是读这本书的概率。哦，你买呢，它可能就是1%；你不买呢，它就是0%。0和1%的区别，就叫做天壤之别。所以买书啊，不是为了拿过来看，而是增加我们看书的概率。概率，对，这也就是为什么纸质书永远不会被电子书打败的原因。说服我了。你买的书都读了吗？我释然了。释然了。因为我已经摆烂了，因为现在给我寄书的太多，我读不过来。我读书已经非常快了，根本读不过来。其实我冥冥之中是践行着这个，就书在我就很踏实。对对对，好像它已经透过书页已经。或者某一天觉得我随时想读的时候就能拿出来，对吧？那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啊？因为我昨天下载了咱们的这个翻书 app 之后呢，也听了几段讲的书。因为现在大家热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跟我们这个行业，因为如果 AI 真的能完全的就是模仿你我的声音，那您觉得说 AI 讲书人跟像您一样的人类讲书人，它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在哪？这一段子态特别好。这是他内心真实问题，还是就是讲书人如果靠的只是声音和外形，那分分钟就被替代了。就你靠的如果是思想，那你替代的肯定会慢很多。所以，谁来组织，谁来讲，怎么样去思考，这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 AI 来做这件事儿，它只是组合，只是组合出来的东西，大家该不懂的还是不懂。在工作当中加入创造性，加入深度的思考。才能够不被 AI 简单的替代，因为 AI 的核心是平均数，但是创造性的东西叫做涌现，这个是来自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元里边各种各样的链接，突然之间灵光乍现的说了一句这么样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你用 AI 画一幅画，无法替代一个画家画的画是一样的。您看，像就是我们。AI 用多了，肯定会对自己的思考产生一些就是弱化。那在未来 AI 发展的越来越智能之后，那我们还有深度思考和深度阅读的必要吗？您觉得 ？AI 可以用，但是不能太依赖在哪儿呢？有些东西你用 AI 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你在 AI 上你要搜一个东西，有一样东西你是永远都搜不到的，什么东西？在 AI 上永远搜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在 AI 上永远都搜不到的东西。他太松弛了，他太过松弛了，他的状态太真实了，太松弛了。感受，不是，
当你不知道搜什么的时候。对，没错。作为一个主播，对，没错。真的，当你不知道你要搜什么的时候，你是连问正确的问题都没有的。所以使用 AI 对于人类来讲，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谁能够问出更对的问题？谁能够更有创造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最近其实年轻人读书读得越来越少。那我们是听书跟看书这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或者是说哪个更好一点？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当然是感官的不同，一个是用听觉，一个是用视觉。但是这个视觉和听觉之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就人有代偿的能力。你想一个盲人怎么学习？因此，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不用太在意这个信息的输入从哪儿来的，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你也不是自学考的大学，对，你也是听老师讲课考的大学，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我们关键的区别是你读的书是什么。听书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我降低了很多很难的书的门槛。你比如说微积分的书，你一般是不会读的。我也读不懂。量子力学的书你也不会读的。给我们的生活造成麻烦的，永远不是那些我们熟悉的东西，而是我们有很多不熟悉的东西。你今年上大3，对，你的人生刚刚开始。我当年第一份工作就是选秀节目。樊登老师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我们那时候还50万年薪呢。我说所有的搞书的嘉宾都好难采访呀。子泰已经听进去了，就是樊登老师有种魔力，沉浸式体验。就是毕业就50万年薪。是选秀节目，通过选秀之后拿到那个 offer， 1年50万。就这个，对。那就是我当年第1名，哇！但是你现在回过头看，你会发现，你刚毕业的时候，你不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太迷茫了。对，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是大量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所以你不会去读。樊登老师，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观点，说作家创作是探险，然后讲书呢是导游。您看，像当导游，我们去到一个景点之后，肯定导游的责任就是帮我们把这个景点讲清楚、捋顺。那像您这样的讲书人，在看到一本比较晦涩难懂的书的时候，如何去做那个抉择，把书中的精华、把书中的重要的知识点给大家摘出来？子泰隔几个会问出一个好的问题。对，有几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读过很多的书，你的感受跟大家是能够共通的，没有标准。这个个人口味，这个一定是感觉，所以感觉就有艺术的成分。所以我们在讲书的时候，你的艺术的成分就很重要。您说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选择，就是人生跟专业无关，人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然后人生的精彩之处也就在于人生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当人们迷茫的时候，多读一点书可以给我们减缓很多的压力。但我其实可能是因为我读书太少了，就是我其实目前并没有觉得，说读书到底能给我带来哪些特别实质上的效果。好问题，这是一个。樊登老师看了一眼旁边，没跟我说这小子是这风格。子泰不错，活人采访很好，就是很松弛。实质上的效果都是突然发生的，都是突然就一瞬间的。锻炼身体也是一样，老锻炼觉得没什么样，结果突然发现你比别人强壮。人生都是密次变化的，所以密次变化就意味着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着急看当下。你要相信读书让你的脑子变得更丰富了，让你获得的工具更多了，经验更多了。再简短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好，我也要准备了啊。老师，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事儿我特别关注，就是一个叫影视飓风的自媒体的老板叫 Tim， 他去一个荒岛上待了100个小时。如果把您也扔到一个荒岛上，让您只能带1本书上去，您会选择带哪一本？只能带1本书？1本。带1本书，带《论语》吧。我会带《论语》，因为百看不厌，就是你随时翻开任何一句都能看好久。好，谢谢樊登老师，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我们今天的访谈其实到这儿就差不多了。这个访谈真的非常别致了，非常别致，在一个新闻节目里。非常感谢樊登老师和子泰给大家带来的这段精彩的访谈。那相信大家也已经对刚才的内容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子泰的访谈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他既有松弛度和活人感，提的问题又有一定的深度，
这跟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了。读者作为书展和阅读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围绕着大热的苏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了苏超专区。湖南省作为今年书展的主编省，也带了大批满载着浓浓湖湘文化的图书。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今年首次举办的旧书新知全国邀请展，中国书店、上海旧书店、四川毛边书局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书店携古旧书精品集中亮相，为新书云集的上海书展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那为什么新书展览要带旧书来呢？又带了多少旧书？读者又有怎样的感受？现在就让我们再来连线正在旧书新知展区的庞征，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并带来读者观察。哎，你看他那个状态，比刚才那个开头更松了，更放松了。对，你好，庞征。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主题展示馆2楼的旧书新知区域了。在新书云集的上海书展啊，为什么我身后的这一大批旧书也吸引了无数的读者朋友们前来购买打卡？这里呢，也被大家评为是本届书展最大的亮点和最新的特色。那么旧书新知它到底新在哪儿呢？逛完了好几圈之后呀，我也总结了3个词语，分别是焕然一新、历久弥新和推陈出新。大家可以跟随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这一次旧书书集它到底带来了哪些全国各地的特色旧书集市？那首先呢，就是这一家来自北京的中国书店了。它成立于1952年，同时呢，它也是新中国第1家国营的古旧书店，也是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一家古旧书的实体书店了。正计时1.04，那1.04啊，那还有10分钟。这趴本来就是14分钟，就给他10分钟的那个，再有10分钟。各地非常有特色的8家古旧书店来到了现场。10分钟现场，所以您在现场。庞征今天是连续的长时间现场连线，无论是基本的表达能力，对现场时间的把控，这对新闻主播的各项能力都会有一个综合的考核。那在和读者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前几年的旧书集市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其实整个上海书展只有1家点位，位于我们的东莞2层楼，叫做淘书乐。但是在今年呢，这次是首次邀请了全国各地非常有特色的8家古旧书店，所以您在现场呢是能感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特色的一些古旧图书。庞征的现场连线能力我是不用担心的，除了语言表达能力，庞征还有很强的新闻捕捉能力。他们的古籍修复技艺，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且他的讲解都很有细节，很生动，很有趣。这个毛边书啊，我之前发现它其实就是页与页之间，它不会把它裁断，然后页与页之间它是片页相连的。为什么当时要做成这样的一种设计？对，这是一直我的问题。现在好多新书会专门出一部分这种。对，我一直有好奇为什么要这样。这种装帧方式呢，起源于法国，这个盛行于欧洲，是由鲁迅先生50年代之后呢传回我们的中国。那这个毛边书呢，不是所有的书都能做成毛边书，它必须是具有这个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才会做成毛边。大家不会感觉很冗长，都会兴致勃勃地看完。能不能再跟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我们看看新闻的朋友们用四川话打一句招呼？好，上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的毛边书局的工作人员啊，欢迎大家到成都做客。好嘞，好嘞，谢谢马老师，那不打扰您了啊。好的，这段也很好，那不打扰您了啊。毛边书局。那我想啊，这样的一个毛边书，它经过了几十年的一个历史洗礼，从法国来到中国，然后在毛边书局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集中的呈现。你能感觉到这俩人之间已经产生信任感和默契了吗？有，彼此信赖，能托付。这个在现场太重要了。1分多钟啊，可能好。你说一共来的古籍吗？一共古籍我们带了20多套，但是古籍可能对于大众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的不懂，然后也可能差不多了啊，各位啊，就让它正常结束吧，不拦着。好的，然后小糖马，这个东西还做得挺好。
希望大家以后来西安来旅游。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非常感谢。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啊，其实在现场我们足足是有8家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特色的，包括他们带着自己不同的一些珍藏还有古旧书来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现场。那旧书新知呢，让旧书找到新知己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市民朋友们可以来我们的现场进行打卡。因为电子书它可能代表的是时代的效率，但是纸质的书籍它可能代表的是阅读的温度，大家可以在一本旧书上去共享不同的阅读记忆和阅读心跳。准备，那这边就是现场的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庞征为我们发来现场的最新资讯。庞征最后一段表述太厉害了。谢谢，当，走，当，我去你的那个地方。书展呢是读者享受阅读的平台，也是作家展示的舞台。本届书展聚集了中外作家、译者、学者约有300位，既有阿来、杨红樱、马伯庸、徐则臣、葛剑雄、孙甘露等著名作家、学者，也有上海国际文学周的30位外国知名作家。其中，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在本届书展开展了3场活动，每场都是人气爆棚。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阿来老师，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阿来老师如何看待上海书展，看待写书、读书这件事儿的。走，因为我是上海书展的老客人了，每2、3年都会来一次。这个很厉害。大家吃饭。采访的阿来是他们自己在那等来的，逮的哦，不错不错。那你们2个明天大概准备干嘛？明天我们要去采访，就是您说的那个大咖阿来，尘埃落定的阿来老师吗？在求他，但他因为今天、明天、后天行程都已经排满了，所以我明天就在他的2个活动之间，看能不能见缝插针的见一面10分钟。带着一丝疲惫，带着一丝劳累。需要签售的朋友按前方请到舞台的右侧排队。他至少要前40分钟。哎呀，慢慢等吧，这个队伍根本排不完的。他们其实好几天没好好睡了，他们好辛苦。赶紧上，赶紧快！没人了哈，没了。签售的最后。阿来老师，哎，那个，您好，您好，老师，来吧。你们前面领一下。对，好的，老师在这边。怕老师跑了，是他2个护送老师。是这里吗？对，老师在这边。真的抢到了！哇，好厉害！好的。阿来老师您好，好，我们是那个东方卫视看看新闻的记者，然后也是刚刚看了您那个签售会，我们自己也特别有感触。是这样，就是我上个月看您在重庆山城，然后参加了读者大会，然后当时您有说，就现在大家好像比较依赖于图片、影像去表达，但是没有文字真正的思考。然后我们这次做一个直播活动，我们正好就想通过语言、文字和书籍当中的内容，带领大家一起去全民读书。能不能邀请您就作为这个领读人，然后您可以读一段书里的内容，您可以挑选一段，就从头开始读。可以，我是一片雪，轻盈地落在了玉龙雪山顶上。有一天我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坚硬的冰，和更多冰挤在一起，缓缓向下流动。在许多年的沉睡里，我变成了玉龙雪山冰川的一部分。我望见山下绿色的盆地，我想起来自己的前生，在从高空的雾气化为一片雪，又凝成一粒冰之前，也是一滴水。还是很动人的。前2句一出来，真的。最近这些年，其实很多的实体书店慢慢的都关停了，但是我们这次发现，其实书展还是人声鼎沸，然后人潮拥挤。因为我们纸张跟文字伴随我已经是几千年的历史。当我们说到知识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来，它就是一本书。其实它往电子媒体转移，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之前没有纸啊，我们是把它刻在木头上，刻在竹片上。所以那个时候恐怕也有人不适应，说怎么不是竹简了，对不对？重要是它的，我们在读好的内容。
阿来老师他获得过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我们能采访到他，对于书展直播来讲真的很天才。